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个给你的选择，精彩的 Music Radio，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今天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新歌来跟各位分享。这句话好像每周一的时候都会说一遍，所以我要多说两句话。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源。Hello， 大家新周快乐，我是卓然。当然要在听新歌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深入的走进和了解这些新歌，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对，有艺人自己来为歌曲，来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自己的作品，当然也有我们这种独家的幕后故事的挖掘。没错。我真的，我刚刚一直在想，好像每周一开场说话都是一样的。啊哈，我们持之以恒。你就很会聊天，你知道吗？我就想着说，明明是一个人类，但是为什么竟然一直在重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然后因为已经说出来了，所以只能再说一些冗余的话，然后显得说这确实是。后来发现我们的核心内容确实还是这个。对，我们下周一定要换一个话术，好吧？就是我们虽然每周一都是说一样的话，但是我们每周一的歌都不一样。那当然，而且内容本身。包括这些音乐人自己的分享上榜的人不一样，他们介绍的方式不一样，好好听里面要跟大家传递这些幕后的信息也不一样。是，而且我们言简意赅，其实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交给这些音乐人们去来分享。真的几天没见你好会聊天，你现在就是让我闭嘴是不是？对，你闭嘴，赶紧把方大同请出来吧。来 Top 好好听，榜上热歌独家解析。今天要来，你真的就闭嘴！我是说把话语交给方大同，不是交给我。也确实呢，在上周刚刚揭晓的全新一期榜单当中呢，有一首新歌上榜最好成绩的歌曲排在第4名，这就是方大同的《灵感先生》这首歌曲呢。有关于这首歌曲，方大同有很多的一些心得和想法要跟我们来分享，我们赶快请出他。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大同。听说我的新歌《灵感先生》在中国 Top 排行榜上成绩不错，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这首歌由我作词、作曲、编曲，是我创作的儿童图画小说《爱美梦游》最新一集的同名主题歌。刚刚聊到一个重点词，就是这个儿童绘本是童话小说《爱美梦游》最新一集的同名主题歌，所以我们首先呢，还是请大同来给不熟悉《爱美梦游》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啊。创作这个系列，你的初衷是什么？它和你的音乐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爱美梦游这个图画小说系列呢，我是大概2017年左右推出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推出了6本书。那么我最终的目标是起码可以出到30本书。也许你们会想，为什么方大同会变成一个写儿童书的作者呢？其实这个是在我人生中已经发酵很久的一个目标。我创作这套书其实原因非常多，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吧，就是能够给孩子一些正向的鼓励和力量。另外呢，必须提到也是我母亲，她以前是做教育这方面的，推出爱美梦游，我就说不如爱美梦游呢做出之后，它可以围绕着爱美梦游所有的故事去写一个新的教育课程，这样子能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去思考，去探索一些人生中可能会很容易忽略掉的一些观点啊和理念。真的非常有爱，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他要出30本，有这样的一个宏伟的规划和目标。我们几年前就是聊过这个事儿，他们当时没有讲到要出30本这件事情。看来有成就感了。
对，而且听他讲，其实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但是由它为核心，还会生发出来很多不同的东西。对，有很多衍生的产品也会，但真的是没有想到，一般都是，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很多人，他是有了这个为人父的这个经验了、经历了之后，他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方大同啊，未来的好爸爸，现在已经是这么了不起了。那爱美梦游灵感先生这样的一套，它的主要的内容和主旨思想又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会选择灵感作为新绘本的主题？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选择灵感来做题材呢？其实因为本人也是创作人，也觉得不如写一个故事是在讲这个灵感是从哪儿来的，或者探讨灵感或创作的意义，还有去思考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对人有什么影响，对世界有什么影响。我自己确实特别喜欢大同的这个主题，就是灵感。包括咱们跟音乐人聊天，其实这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定会问你怎么去寻找灵感，发现灵感。所以也要问问大同，就是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寻找创作灵感的一些方法，包括习惯和你一些心得体会？有没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灵感减弱了？如果你遇到灵感卡顿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呢？那么对于我怎么去寻找灵感，其实并不太复杂。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常常很多人会觉得内向的人会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我来说，不是关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是更喜欢观察世界。无论是在自己脑海里做记录，或者是在电话上做记录，这些都会有。其实挑战不在于找灵感，而是找到觉得对的方式去呈现这个灵感。所以常常可能我会有个想法，但是那个想法可能是2-3年后才真的会呈现出来，因为可能我会把它摆在一边，觉得找到适合的方式才会把它做出来。那当然不是所有的创作，所有的灵感都是要等那么久。比如说之前发的这个面面，或者头发有点长，就是这些歌就是在疫情当中因为自己一直在煮饭，然后也本身就非常喜欢吃面，那就一直在煮面，所以这种灵感是可以说来的比较容易，比较快。所以我问的问题对他来说不构成问题。什么你灵感减弱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一直都有灵感，只不过就是酝酿时间长和短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吧，算你厉害，方大同。那说回到《灵感先生》这首歌，我们很好奇他的这个创作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又或者是先想好了曲风、配器、音色，还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至于《灵感先生》这书本的这个新主题曲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应该是先有词，但不是全部的词是先有部分的词然后很快就开始想到这个旋律部分跟编曲部分。其实这次的歌曲还挺特别，因为我其实从一个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看的一个电视节目 Mr. Rogers 罗杰斯先生，从他这边取得了一些灵感。因为我其实一向很喜欢他这个节目上的音乐或者质感，所以大家可能听到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这个灵感先生的歌曲有点复古感。另外在编曲上，我希望带出的是一种童真和幽默感。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音乐专业的部分。这首歌的制作和编曲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或者是巧思可以和我们来分享的？然后呢，有没有哪个段落是你个人特别喜欢的呢？在制作跟编曲方面我觉得也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首歌用的一些和弦是基本上我觉得儿歌里面不会听到的一些和弦。那因为我在写所有爱美梦游的歌曲当中的这个想法，就是不给他们一个框架，儿歌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么简单，或者就是2-3个和弦。我希望他们可以从小就听到很多很丰富的和音、和弦、声部等等，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就像爱美梦游每一首歌是双语的，就是说部分的会是中文词，部分会是英文词因为我希望孩子们无论是国外的或者是国内的，都可以从小习惯听2种语言，更了解彼此的文化。
所以说儿童歌曲的创作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套路，而且千万不要低估小朋友他们的接受能力。那爱美梦游系列呢，已经是出了很多首的主题曲了，既有童趣，而且又是充满了音乐性，很多的大小朋友们都是非常喜欢啊。那创作这类作品，方大同先生，你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还是说你是否已经探索出了一套创作方法呢？我在写这些所谓儿歌的时候，我觉得除了音乐跟歌词可能稍微简约一点之外呢，其实跟我平时写歌的逻辑也不会差太远，因为我也希望孩子跟大人一起都会喜欢听，我也不会觉得儿歌要为了孩子们过于的去简化，所以大家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也会发觉到里面的编曲音乐风格其实都非常的丰富。那么在于怎么去找灵感写这些歌，其实这方面我觉得还算是挺顺挺容易的事，因为刚好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是自己已经写了作品，写了书，那这些书可以直接的给我灵感，那因为我可以从自己写的对话里面去寻找灵感也可以从里面的画面或者里面的题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些细节其实都可以取得灵感。也可以说我写这些爱美梦游书本的主题曲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来的比我写平时的歌曲可能还要直接。万没想到，就是其实对他来说写这些歌反而更是有的放矢，因为有一个故事的前提存在，是，而故事又是丰富的，有对白文本，然后也有画面的刺激，所以他任何找到一个细节可能就可以去生发出来音乐。对，而且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在做的，所以相互都是有关联。是，所以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就是创作爱美梦游系列主题曲和你个人单曲相比，一定要说的话，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在我创作跟演唱这些儿歌和可能我其他歌曲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在于在这些儿歌当中，我可以尝试一些在可能我自己歌曲上不一定会尝试的事情，就是好玩一点，因为始终是给孩子们听的，所以有一些可能稍微俏皮一点的元素总之就是比我平时的歌曲多了一些幽默感之类的。所以他反而是说放下了某种包袱吗？就是这个不是说方大同个人的那个单曲生活创作，而是为给小朋友们的，所以可以俏皮，可以更放肆，可以幽默。好，对，好吧，我们听了很多关于方大同这首《灵感先生》他自己的分享之后，再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上榜目前排在第4位的歌曲方大同《灵感先生》。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